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后背6颗富贵痣，财运亨通享富贵。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一些痣，每一个痣都有它自己的寓意。中国古代民间总是会流传着一些说法，其中一种就是背有痣穷一世。其实我们背上长的痣虽然不一定非常好，可也不至于穷一世。从志向学角度来说，我们大部分背上的痣是吉痣，不仅不会穷一生，还是大富大贵的表现。那么究竟是哪些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后背脖子和肩部相接处有痣，这个位置在相学中也称为命运与财运的交接点。这个部位长痣的人命中贵人较多，在事业和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，因此得财比较的容易。而且如果这个部位不止1颗痣，而是有1到3颗圆小的黑痣的话，这种人往往从小头脑就非常的聪慧，学习能力非常强，做事也懂得变通，长大后往往会有大出息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。中晚年时运势最好，财富和名望双丰收。2、后背右肩胛骨下端有痣，右侧肩胛骨稍下位置长痣的话，并非全是好痣，而是有吉有凶，吉痣可旺财，凶痣则会破财。这个就需要根据痣的形状、颜色来判断痣的凶吉。如果这里长有一颗色泽黑亮且形态圆小的吉痣的话，这颗痣就属于旺财痣。这颗痣最忌干瘪和晦暗。长有吉痣的人一般善于经营，很有经商和理财方面的天赋，而且喜欢思考和观察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往往能够获利颇丰。这种人一生大多都能够财运亨通。3、后背脊柱正中有痣，脊柱在体相中代表着支撑之意。如果一个人的背后脊柱正中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贵人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一般大局观比较强，考虑问题也比较的全面，很有领导力，而且贵人运较好，容易得到贵人的赏识和提拔，事业和财运发展自然是势不可挡。而且这种人大多出身较好，对于金钱的驾驭能力也比较强，从小能够得到家中的庇护和扶持，长大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，晚年能享子孙福，一生顺遂而通达。4、正对肚脐后背有痣，肚脐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命运的起始之源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智慧。如果一个人正对肚脐眼的后背脊柱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健康和长寿。这种人大多比较的睿智，很有智慧，而且内心非常的善良，待人处事方面都是与人为善，因此周围的人都愿意与他们交往，人缘非常的好，凡事都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和想法，因此也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敬。可能年轻时看着会比较容易吃亏，但是晚福厚重，能享富贵。5、后背腰上有痣，古时喜欢用腰缠万贯形容一个人有钱，除了是因为古代人喜欢将钱串起来缠到腰上以外，还因为腰部在相学中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财气和蓄财能力。如果后背腰上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沉稳大气，做事很有尺度和把握，特别的沉得住气，遇事不慌乱，很有智慧，还特别的善于打理钱财，天生就有着很强的经商天赋，非常的善于做生意，特别的会挣钱，聚财能力非常的强。6、后背尾椎有痣，后背的尾椎部位的痣在相学中称为福禄痣，代表着自己的官禄运势和自身的福气厚薄。此处长痣的人大多祖业殷实，年轻时便能得到家中的庇护或者长辈的资助，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的顺利。而且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较好，容易长寿，头脑也比较的聪慧，有着很强的观察力，眼光比较的独特，入世容易升官，经商容易发财。后背的痣我们往往很难发现，那么身体还有哪些痣不容易被发现，但是却象征富贵呢？接着往下看。1、头顶有痣，头顶有痣的人一生运气都很不错，日子顺风顺水，
并且这颗痣的位置越靠近头顶，就代表他们自身的聚财能力越强。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人缘关系也十分的好，即便当他们遇到困难，也总会有贵人相助。2. 眉中藏痣。单从相学来讲，人身上的痣是宜藏不宜露的，通常越是藏着的痣，就越能代表是好痣，意味着人有好运相伴，一生富贵。而若一个人的眉毛内有痣的话，就被叫做眉里藏珠。眉中有痣的人一般收入颇丰，财大气粗，很少有缺钱花的时候。由于这种有志向的人精明能干，很有头脑，做事情有条有理，踏实稳重，也从来都不会想着走什么捷径。再加上自己运势不错，所以他们大多数都能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就，赚得钱财。3. 耳后有痣。耳朵肥厚有肉，不仅仅是长寿之象，还是有福气有财运的特征之一。假如耳朵后面长痣的话，就表示此人一生运气好，财运旺盛，赚钱能力强。他们机智聪慧，胆识过人，并谨慎行事，因此做事很少会出错。即便这类人年少时期家境不好，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。4. 腋下有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在一个人的腋窝的位置长有吉痣，被称之为金贵痣，则这样的人个人理财的能力出众，天生就会有吸金的能力。而且一般在腋窝的位置长有吉痣，天生的异性缘比较旺，大多数接触的都是正桃花，婚后容易行大运，工作能力也会顺风顺水，夫妻两人注定同心同福。5. 臀部有痣。臀部在体相命理中代表的是守财之源以及稳固江山之地。臀相好的人福气深厚，不过是过早显现，属于日积月累，特别是臀部有痣的人，命里暗财特别多，因此这痣也被誉为暗财痣。这类人大多早运平平，随着年纪增长，财路越来越丰隆，而且守财能力强，能富贵到老，财路稳固。6. 脚底有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底长有小而黑亮的吉痣，被称之为将相痣。而一般拥有这样志向的人，天生聚财的能力强，能赚则存，个人的实力出众，在工作中也会非常的出色，福气深厚，具有极强的逻辑能力，有自己明显的人生目标，属于一步一黄金，早晚都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。尤其是在脚底中间的位置长吉痣，福气更旺。7. 肚脐眼长痣。肚脐眼又被称之为神阙穴，此处长痣属于富痣，代表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。男有大财，女人旺夫。通常此处长痣的人都具有灵活的头脑，心思敏捷，做事有主见，能够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，做事脚踏实地，能够一步一步的踏实前进。就算是早年的运势比较艰难，一旦成功，日后必定能够富贵相依，日子过得顺顺利利，对自己的孩子也会有非常不错的影响，享受儿孙福。8. 腰上长痣。腰上长痣有腰缠万贯之称，命中带财，这样的人天生好命，一辈子不用发愁没有钱赚，就算是一时困难，有钱解燃眉之急。而此处长痣的人天生拥有大智慧，无论是经商还是为官，都会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成功，学习能力也强。他们一旦步入社会，就算是自己的起点再低，也能够白手起家，成为有钱人，收入稳定，真正的富豪痣。9. 小臂内侧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小臂的内侧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属于好运痣。往往一般的情况下，他们身边会有不少的贵人提携与帮助自己，就算是遇到困难也不用害怕，说不定还能够遇阻成祥。所以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收入积蓄会慢慢的增加，只要是给到他们机会，说不定还能够马上发大财，不愁没有钱花。讲10种破财痣一定要点掉的。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，为了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更加干净漂亮，就会选择点痣的方法，将脸上的痣清除掉。但是点痣也有一定讲究的，并不是所有的痣都可以点的。
那么脸上有哪些痣不可以点呢？哪些痣可以点呢？一起和小酱汁来了解一下吧。10种痣一定要点掉。丰当长痣。所谓的丰当就是指耳朵前面突出的那一块位置，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自己本身对待感情非常的不专一，常常喜欢三心二意，而且在事业上也没有长心，总是干一个工作几天就会换，干啥啥不行，没有一点是非观念，往后的婚姻运势自然不会太顺利，估计一辈子吃苦受穷。颧骨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颧骨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没有管理才能，为人过于自私高傲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啥好的发展，而且通常的情况下，他们在事业上面常会有小人作祟，常常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会遭遇小人的陷害，就连升职加薪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的，往后自然不会有啥好的成就。眉毛上方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在眉毛上方处长有恶痣，被称为漏财痣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自己手里没啥大钱，常常有钱的机会显露出来，为人过于虚荣，一点是非观念也没有，所以别指望他们在事业方面能够取得成功，估计连自己基本的收入存款都没有，晚年的日子过得凄凉，还会连累自己的孩子一起受苦。山根长痣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，也就是鼻子根部，这里长的痣也算是较为典型的阻碍痣了。此处长有恶痣的人，大多数的脾气性格非常的粗暴，没有好的人际关系，很难与身边的人进行交流，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婚姻运势非常的差，常常会在婚后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就发生各种各样的争吵，婚后的日子自然不会过得幸福。家散则财必散。鼻梁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鼻子主财，而鼻梁则是代表一个人的赚钱能力大小等等。若是在鼻梁处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天生性格懦弱，做事没有啥主见，在事业上的发展大多数都会非常的不顺利，一波三折。在感情方面，这种人和自己伴侣的感情也不好，一生都是抠抠搜搜，没本事也不肯为家里花一分钱。细唇上长痣。细唇指的是长在上嘴唇附近的位置，位于人中旁边，这个地方的痣一定要点掉。如果一个人这上面有痣，说明此人一生将难以发达，他们在事业上的运势是非常差的，无论去创业还是在公司，自己拥有很高的能力，也很难为自己带来高额的收入。而且细处上长痣的人一般都比较自私，尤其是在面对金钱利益时，他们往往会表现出小人的一面。肩膀上方长痣。肩膀上方的痣在破财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，这个位置有痣的人，说明此人一生奔波劳碌，却很难积累到财富，因为这颗痣长在肩膀的上方，所以我们说它带来的是一种压力，压在一个人的肩膀上，导致此人生活不顺利。长有这种痣的人，即使他的能力不错，但在工作上也无法取得很好的成就，一生平平，财运平平。前额上长痣。眉尾对应的前额处有痣，或者是靠近发际线处为凶痣，很容易会有霉运发生，无论痣的颜色怎么样都无法改变，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若是想不受到影响，最好是点掉为佳。有此志向的人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或是小心陌生人搭讪，否则会有破财或者是安全问题出现。子女宫有痣。子女宫又称为泪堂，它位于眼睛的下面。子女宫有痣的人，女人生性比较悲观，为人多愁善感，容易掉眼泪，因而这种女人势必会给家里带来满满的负能量，不利于丈夫和子女，因而一定要把这些痣点掉，这样才能坚持正能量，给家庭带来好运。眉毛下方痣。眉毛下方的痣是恶痣无疑了，破财是家常便饭，更严重的一系列灾难围绕着，一会儿水灾，一会儿火灾，一会儿遭遇车祸，总之就是麻烦不断。
即使看起来没有致命伤害，但总这么折腾也是身心俱疲，不如点掉，彻底断了这些麻烦事儿。2. 5种痣千万不能点。1. 暗藏的痣。一般来说，面无善痣，不长痣当然是最好的，但是很少有身上一颗痣也不长的人。痣根据其颜色、大小、形状也有吉凶之分，有着宜藏不宜漏的说法，意思是说痣长得越隐蔽越好。所以如果脸上暗藏着痣，眉毛里面、耳朵里面或者头发里面大多皆为吉痣。这些痣有的代表旺财，有的代表旺家，还有的代表自身的特长和才华。因此如果脸部有这种痣的话，一定不要点掉。2. 运气好的时候长出来的痣。很多人都以为身上的痣是天生的，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并非如此。有一些痣是天生的，但大多数还是后天慢慢长出来的。小时候可能没有，等你发现时突然间多了好多痣。痣的成分也是分阶段的，如果是近期的运势比较好，事业和生活方面都非常的顺利，但是突然发现脸部的某一个地方长了颗痣的话，这种痣大多属于应运而生的吉痣，代表着好运，最好也不要点掉。3. 额头上的痣。额头在相学中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事业，如果额头部位长痣的话，一般来说都代表着自己某一方面的才能、机遇和财运，最好也是不要点掉的。而且从五行的角度来分析的话，额头五行属火，而痣的五行属土，火土为相生之格。只要这颗痣长得不是特别的大，或者长在额头正中心的话，一般来说对自身的事业和财运往往都是有帮助的，最好不要点掉。4. 肉痣或者红痣。痣的吉凶主要是从位置、颜色和大小来判断，而恶痣大多为个头较大且形状不规则的黑痣，而肉痣和红痣大多数为吉痣。相比较而言，黑痣更容易影响个人容颜的美观和运质，而红痣不仅不会影响到自身的颜值，反而会给自己增添魅力，而且对自己的事业运也有着很好的催旺作用，身边的机遇和贵人较多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提携，所以脸上的这种痣最好也不要点掉。5. 五官上的痣。五官代表着一个人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，一般来说，五官上的痣都代表着自身的某种天赋，富有一些特殊的意义，最好也不要轻易点掉。比如耳朵上面的痣代表着智慧和福气，鼻子上面的痣代表着财运和财库，嘴巴上面的痣代表一个人的交际和表达，眼睛上面的痣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性与灵性，眉毛上的痣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贵人运。这些痣只要是色泽亮、形状圆小的话，大多数为吉痣，最好也是不要点掉的。虽说面部长痣很有可能给自身的美观造成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大家在点痣之前一定要掌握相关的要点，因为脸上有很多痣都能够决定到自己的运势，如果随意点掉或者使用的方法不对，都有可能影响到自身的财运或者官运。建议大家在点痣之前可以找一些专业的人士进行指点。讲10颗短命痣，注定活不久。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痣，痣分布在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。从痣象学的角度来说，痣相得分布位置不同，其所代表的含义也有所不同。那么你知道手臂上长痣代表了什么吗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通过痣象来了解身上长痣代表的含义。10颗短命痣，注定活不久。天门长痣。天门是相学中对脑门的称呼，也就是我们的额头，而天门也是每个人的命宫所在。天门上面一旦有恶痣或者是疤痕的话，则证明此人的命宫就算是破了，而命宫有破的话，则是会影响此人的整体命数的。所以一般这里长有恶痣的人，往往先天的身体条件就已经存在问题了，他们从婴幼儿时期就会比较难养活，并且常年会有疾病缠身，需要经常同医院打交道，一生都会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。人中长痣。人中在面相学中
主要是人的生育、生殖功能的一个体现。而在这个位置生有一颗恶痣的话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说明此人的生殖方面不会特别健康。若是女人的话，很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就会有妇科方面的疾病，再者就是婚后也会有生育方面的问题困扰着此类人，尤其是在生孩子时要特别注意生育安全。而男性朋友此位置有痣的，则是命中横祸不断，难享健康。3. 印堂长痣，面相中的印堂位于人体额部，在两眉头的中间，它乃是个人运势集中体现的区域，像是在算命中形容一个人的运势极为糟糕时，就可以用印堂发黑的方式。在印堂位置上，如果出现一些糟糕的纹路，或者是长有痣的话，就意味着命主所遭遇的运势比较糟糕。这种人一般都会运气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挫折连连，而且容易招来灾祸，导致自己命短。4. 山根长痣，山根指的是鼻子的根部，两眼之间的位置，正好位于印堂下方，即鼻梁。在这个面部区域上长有痣的话，说明其人的运势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诸多的荆棘，这辈子难成大事。即使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依然是收获甚微，并且由于自身的运势差，导致经常生病，卧床不起。5. 脖子长痣，如果人在脖子中长痣，而且是在靠近锁骨的位置，也是比较倒霉的。有此志向的人性格非常急躁，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发展机会，但是由于自己急躁的性格，往往就是会坏了大事，事业发展中容易遭遇失败，感情方面的发展也不怎么顺利，自身的异性缘不好，不怎么受异性的欢迎，想要得到一段好的感情都是比较难的。这样的痣相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，抵抗力比较差，而且还常常容易生病。6. 耳垂长痣，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福气等，若是在耳垂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极其容易把钱财都花在男女之事上面，日后也很难会留得住钱，而且这样的人婚姻运势也不佳，很难会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，一辈子都会过得浑浑噩噩，自然也没有啥大出息，多半都是穷苦命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会因为没钱而无能为力进行医治。7. 脚后跟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后跟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典型的倒霉痣，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的霉运不断，日子就没有顺利的时候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天生就是劳碌命，就算是自己再辛苦，往后也很难会成就大业，日子过得奔波忙碌，身边连一个亲近自己的人都没有，日子过得不清闲，而且因为常年劳累，到老容易患的一些疾病。8. 发际线长痣，发际线的位置处属于父母宫，代表的是他们早年的运势与个人的家庭条件等，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则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自己的先天的运势发展不佳，自己完全没有啥更好的发展，早早就会辍学，干啥啥不行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，父母的身体方面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总是会出现各种的矛盾与挫折，到最后不仅一贫如洗，身体还会有各种疾病。9. 嘴唇长痣，嘴唇分为上唇和下唇两部分，通常嘴唇长痣的人重视物欲，贪口福，很少会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。嘴唇有痣的人往往会患上心血管疾病，有的人甚至会英年早逝，所以长在嘴唇上的痣最好尽早去除，以免受其所害。10. 后臂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后臂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此人的人际交往能力不是特别的强，没有主见，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与诱惑。
尤其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，做出一些险恶之事，一旦发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2. 10颗长寿痣，越老越有福。1. 鼻头长痣，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，这个位置有痣的话，说明本主财运深厚，财气充足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，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。可以说，鼻头有痣的人，从小到大直到晚年，也不用操心费力，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，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。晚年小辈们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、不辛苦。因此这部分人也属于晚年健康长寿、有福气的一类人。2. 胸部长痣，胸口长痣，无论男女都是大富大贵的象征。俗语说胸怀大志，痣长在胸口，能够给自己招来好的运气，福泽深厚，投资或者工作都能顺利，而且还能够利于长寿，健康运良好。4. 肩门长痣，肩门就是一个人太阳穴的位置，如果说这里长痣的话，属于享受晚福且长寿的人，他们身体健康很好，不会得什么大病，所以这种人能够有一番作为，家庭和睦，而且在事业上能够很有财运，非常的有钱。这种人的家庭也是比较好，老了能够有很好的子女，晚年生活比较好，都争着送终。5. 小腹长痣，小腹上长痣的话，这个人一生都会有好福气，不愁吃穿，还拥有非常强的赚钱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小腹长痣也代表着一辈子不会缺桃花，是朋友眼中的开心果，自然身边的异性也会不少，婚姻会非常幸福，家庭也会很和睦，一生健康富裕。6. 大腿长痣，大腿长痣的人是福气和富贵的象征，如果这个痣长在大腿外侧的话，说明这个人聪明，做事勤劳，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。就算早年出生在贫困的家庭，也能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大腿有痣的人还能够享受到儿女福，孩子出生后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运势，身体也会更加健康，到老的时候享受天伦之乐。7. 头顶长痣，如果你的头顶长有一颗痣，那你的运势非常的不错，会有旁人非常羡慕的好运气。如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，总能顺利的解决，或遇到贵人或自己顺心的拮据。这人通常比别人少奋斗，却能拥有非常不错的生活环境。据说头顶的这颗痣越往中间靠，运势越好。长有这颗痣的人，自出娘胎就拥有别人羡慕的好运，如遇到困难，会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，或者出事之后衣食无忧，别人要奋斗很多年，而你一出生就便拥有良好生活条件。8. 发中长痣，头发里的痣位置隐蔽，一般来说隐痣多半都是好痣，如果痣色朱红或黑亮，则为善痣，更是锦上添花。有这种痣的人个性能力俱佳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，并可享长寿。9. 后腰长痣，这是指位于肚脐正好相对在后腰的痣。这颗痣在相学中被视为是福相，认为拥有这种痣的人往往心地善良，性格真诚，且乐于帮助他人。他们不仅能够主动去关心他人，帮助他人，也能够因此而获得好的人际关系。此外，这颗痣也能够体现出命主福运出色，能够在工作当中取得好的成绩，而且财运稳定，更是能够在晚年时期获得幸福生活，是典型的越老越有福的代表志向。10. 长纯黑色的痣，其实身上的痣大部分都是黑色的，但并不是特别明显，而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不掺杂任何的黑痣才是吉利的志向。而拥有这种志向的人善于交际，人缘较好，这一点跟嘴巴大的人相似。
而且这种人的运势较强，天生好命，在工作中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。若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，可以依靠朋友和贵人的帮助化险为夷，自然是可以长寿，也是一个志向长寿标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